烦死了！你乖一点，听话。文平哥哥带你去结婚，好不好？3个月前车祸后，袁威就成了傻子。要不是为了袁氏总裁的位置，我怎么会愿意娶一个智障？哥哥，这谁是哥哥？华小姐，你有奇门脑震荡，还是不要再打电话了。脑震荡？你在哪呢？我没事，文平，你先和袁威结婚，我的事儿都是小事儿。你非要让我自己查吗？快说。我在金川医院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我才是那个被爱的人，所以袁威，你才会一次又一次的被丢下。袁威，文平哥哥现在有急事，自己回家好不好？不要！哥哥，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？不要，哥哥！别烦了！文平哥哥，文平哥哥，别动，听话。不要，哥哥！文平哥哥，文平哥哥，哥哥！林威的家属在吗？病人伤得很重，现在需要输血。文平，我跟袁威的血型一样，我去给他输血。莎莎，你才多万手，我不允许你这么牺牲。我先带你去做检查。哼，云威，对文平哥哥来说，我才是最重要的。快，输血！可惜了，输血不及时，伤到了脑子，人傻了。微微，我们吃面包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哥哥，你先吃。微微的症状好像又严重了呢。哎呀，讨厌啊！云威还在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？我都想起来了，我追傻3个月，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好闺蜜当着我的面偷情。我得好好理一理，白文平和华莎莎这3个月还做过哪些背叛我的事。战少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据我收集到的信息，云薇小姐应该今天跟咱们去登记结婚，她不可能一个人在这儿。我不可能认错，就是云薇。可是云薇小姐不是傻了吗？我看这位小姐挺正常的，所以为什么不早把她书上的信息告诉我？我一个人困在国外，你才刚康复不久，夫人就是叛逆冲动。战少，别跟着我。小姐姐，这把伞给你吧。谢谢你啊。不用了，我就是想自己走一走，淋淋雨，让自己清醒一点。
一闪耀过那太阳，让花树盛开微凋落。双手牵过那掌纹，相恋过，做这场守候。也遗失过那美好，从眼中千万次路过。无暇相拥，那激动会凝结成琥珀。每当你开口，这一遮连命运的寂寞。白文平骗我结婚，是为了换取妈妈旧部的性命，好取代我在公司的位置。我不能跳他的陷阱，被撞傻了一次，我也应该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。喂，云顶保镖公司吗？找保镖吗？生病也没关系啦，我陪着你，你就一定会好的。 그래도 저 눈이 몰래 내리고 있었나 봐 우리 사라져도 나 그댈 볼 수가 없어도 내겐 you 你是做保镖的吗？应该是了。 身上这疤看着就很凶，身手应该不错。他没有认出我，也对，我们已经10几年没见了。你要聘请我吧，一切需求都能满足。不合理的要求也行吗？怎样算不合理？跟我结婚。有点难为人吧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说不行。 你没有女朋友吧？没有。那你把这个协议签一下。外界都传林氏集团的大小姐少了好几个月了。你认识我？在金川很难不认识你。是傻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清醒了。他笑起来。 为什么感觉很熟悉？我一定是还没恢复，脑子不清醒。你着急结婚是为了云氏的股份？无可奉告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签3个月，等我事情办完之后，报酬一定让你满意。你看都不看就签了，万一我把你卖了怎么办？ 能把我卖了，算你的本事。这保镖还挺有个性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到号了，我们先去登记。 新郎新娘，你们是来结婚的，不是来离婚的，靠近一点，亲密一点嘛。这么帅的老公，换我早扑上去了。新娘你怎么忍得住的呀？还是我来吧。措手不及，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，心跳加速的时候，呼吸也暂停，身体。 我终于要娶到你了，虽然是以这样的方式，但是云薇，我这一生都不会离婚。1、2、3。莎莎，莎莎，你没事吧？王平，
刚才车祸，我真的害怕了。那你还瞒着我？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。你不是我的拖累。余威呢？我已经让别人去接他了。可是你没娶她，后天董事会怎么交代呀？他们那群老东西，我倒是把云威带回公司，再弄个假证糊弄他们，已经登记了。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可是现在云威傻得厉害，你带他去公司，会给你丢尽脸面的。云威越傻，就显得我对他不离不弃，很痴心啊。你怎么那么坏呀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跟他领证。讨厌，你明知道我舍不得。云威，陆琪，快开车门！快去最近的医院。是。为什么他的怀抱会这么熟悉？真的决定出国治病了吗？国外才有机会治愈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不知道，也许1年，也许10年，再也许……哎呀，没关系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因为无论我在哪儿，我都祝福你。陆川子，你想起我来了？我头好晕。快开车！你是病人的丈夫吗？是我，直接说结果。是这样，病人之前受过很重的脑外伤，动过手术，今天又撞在旧的伤口上，所以才会出现晕眩、呕吐的症状。好在问题不大，但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。很重，是多重？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回事？妻子受过要命的伤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，是我的错。战少，我去缴费。云伟，是我回来的太晚，才让你经历了这么多我经历过的痛苦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没？我的检查报告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需要休养。今天晚上需要留院观察。那可不可以换个地方休息啊？待在医院，我就会想起我妈妈。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。小保镖，你……对不起啊，看到你刚刚那样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朋友。我也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但你不像我那位朋友，因为你很健康。什么样的朋友？小时候认识的玩伴，不过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只是一个认识的玩伴而已吧。可云伟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既然淡忘了，那就重新认识吧。没什么，就是说
如果你不想在医院休息，那我们就去附近的酒店休息1晚。你刚恢复，需要休养。我不回去，白文平应该会找疯，但那是他该受的。好。白少爷，大小姐没有回家。什么？我不是上午就让你们去找人了吗？少爷，等我去找的时候，云薇小姐早就没影了。还不赶快去找！马上就是股东大会了。你们若是耽误我讨事，我让你们统统给滚蛋！文平，你手机不是能看到云薇的定位吗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还是先休息吧。陪我待一会儿吧。我现在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不好的画面。还好你已经清醒过来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睡吧，安心休息，我就在外面。可不可以把你的手借给我？换个姿势。云薇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让你遭受任何苦。有事吗？总裁，白文平找的酒店已经没问题了，他刚刚给袁小姐的手机连了定位。首富的房间是什么人都能闯的，给我把酒店经理叫上来。这个傻子，是不是被野男人骗去开房了？果然有男人的声音。如果能抓到允薇和其他男人偷情的证据，股东大会岂不是更胜一筹？哼！开门！有本事开门啊！这位先生，这间房可不能敲啊！为什么不能敲？我未婚妻在，她脑子有问题，出现了问题，你们负责得起？这里没有你的未婚妻，可你尽早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白先生，怎么回事？对不住，寨上，打扰你休息了。你们酒店的安保都是摆设吗？我来找我未婚妻的。来我的房间找未婚妻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未婚妻的手机定位就在这儿，我就进去看一眼。对不住，寨上，我这就处理。这位先生，这是环盛集团总裁陆占庭先生的房间，没有你的未婚妻，明白了吗？你再无理取闹，我就报警了。站长，对不起，站长，是我冒昧打扰，我这就走。我以后不想再看到这种货色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先生，怎么了？找人打来的，别打死就行。好的，站长。救命！不要打
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究竟是谁？要是让我知道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是不是对一个小宝宝太过于信任了？这么紧张，怕我对你图谋不轨啊？我行。昨晚你未婚夫来找你了，手机关联了定位，不过被我轰走了。我今天得回到云家，毕竟在股东大会开始之前，戏码还得演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把手机定位换成我的，遇到危险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好，你的伤还需要休养，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。我记住了。这就是请保镖的好处吗？给人莫名的安全感。青鸟，白少爷，大小姐被送回来了。我为了找她挨了一顿毒打，她却跟野男人在外面鬼混了一夜。什么鬼混？文平哥哥，我好想你呀！堂堂云家大小姐，居然在外面流浪了一夜，她的头还受了伤。你们这些家属到底有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？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大小姐。哎，警官，你放心，我们以后一定长记性。人我已经送到了，别再弄丢了。一定一定。文平哥哥，你还跟我装？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男人是谁？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是谁？文平，你别激动，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，云文也是被骗了。云薇，你脏都脏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装了。要不是留着你还有点用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，让你从我面前彻底消失。是不是别生气？精神病院，原来这就是白文平为我准备的归属。难道他曾经的好就没有一点珍惜？小心点吧，等一下。哎，这以后出门要穿合适的鞋子出门，这样才舒服呢。原来从那时候起，他就开始了深情人设的表演了。少爷，马上就是股东大会了，你就再忍一2天吧。少爷，黄管家居然也被白文平收买了，那爸呢？是不是也被他们设计了？爸代理云薇的股份已经到手，可惜云薇已经傻了，不知道他们云氏已经彻底被我们父子掏空。确实很可惜，不能让云薇知道你才是陈董事长的亲儿子，而她不过是个妓女。什么意思？文平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股东大会之前把她好好给我关起来，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。是。不要，这个不要！我是弟弟，我是弟弟，我不是老亲生的，我不是亲生的。没错，老爷入赘的时候你就已经出生了，只对外说是亲生的，谁知道你是哪里的野种？白少爷才是老爷的亲儿子，可惜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
管家，好好吃饭，你对少爷还有用。管家，是不是饭太馊了，傻子都吃不下？你管他，等到了精神病院，连馊饭都没得吃。人家的好东西啊，都是老爷和少爷的了。这是云家，是我和我妈的家，他们抢我公司，抢我股份，现在连我的家也要霸占，放我出去！大小姐，你清醒啊！我现在挑明，等不到股东大会，就会被白文平提前送到精神病院。我要吃牛排，我要吃巧克力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牛排，我要吃……家都没抢，还只知道吃，果然是没救了。哼，走。我要吃牛排，我要吃巧克力，我要吃牛排，我要吃巧克力。你两个狗男女也就算了，怎么连爸爸也……不可能！难道他这些年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吗？喂，怎么样了？陈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可是你的就职大会，不能缺席。薇薇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奶还不在家，我就有责任照顾好我最重要的宝贝。我怎么能为了自己放任她不管？你快去问救护车什么时候到！是。薇薇，别怕，妈妈不在，爸爸在。爸爸，那时候医院缺席总裁就职大会也要心疼我，原来没有一点真情在吗？你哭了？小宝贝，我身边一个好人也没有了，就连我的爸爸也，爸爸留下来的家和公司都要被掏空了。因为那是因为他们都以为你傻了，只要你能恢复清醒，就能回到你原本的位置。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东西。对，没有人可以抢走我妈妈的东西。我要在股东大会上给他们唱一出大戏。别害怕，今晚我来陪你。那你怎么进来啊？只要我想来，谁都拦不住。你别开玩笑啦。那如果我进去了，你该怎么说？那我随你处置啊。希望老板信守承诺。你的小保镖来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显而易见，翻墙啊！这管家他们都没看到你。之前谁说的我进来，随我处置。棒棒糖真好吃，我皮哥哥也爱吃糖。傻子，睡得倒是不错。你知不知道这样翻进来很危险的？没事儿，我的保镖同事帮我跟踪了你的未婚夫，拍了些照片，对你有利。
有了你这些照片，以及我的录音，白文平什么都别想拿走。我已经联系了我以前的助理，还有我妈妈信任的股东，他们都会帮我的。不怕吗？怕，但仍然要守住妈妈的东西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充满无畏和韧性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急需做心脏手术，但他的身体状况，即便是做了手术，其实我建议放弃，不要再折腾他了。把我的心脏给他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放弃他。微微，咱们还是先让暂停休息吧。啊。我知道他生病很久了，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他健康。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放弃他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他。谢谢你，小宝宝。我好像感觉在透气。什么偷情？偷什么情？啊，我一直忘了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结婚证上不看名字啊？哎呀，那不是假结婚吗？我就没认真看证。难怪你连自己的丈夫是谁都没有注意。我叫阿婷。阿婷？停留的停？怎么会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啊？你就不能去看看结婚证？没事了。哎呀，总之你等我好消息。阿婷，你赶紧走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明天我会去云氏集团楼下等你，祝你成功。妈妈，我一定会守住属于你的东西。白主管怎么把这个傻子带过来？也真是为难白主管了，天天对着一个智障傻子，还得过一辈子。别乱说话，到底还是云氏的千金，身份尊贵。要我说啊，白主管和华小姐才是郎才女貌。微微，你乖乖听话，在办公室等我，等我开完会，给你买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，好不好啊？那你要说话算话。放心，我怎么能骗你呢，小傻瓜？照顾好微微。好的，白总。林小姐，请吧。白文平，你恐怕当不了你的白总了。文平啊，云薇现在这种情况，以后就别带来公司了吧。就是，云薇现在又疯又傻，实在有损公司形象。诸位，我带云薇来，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。就算我担任总裁一职，我也不会放弃对云薇的照顾。文平确实不错，以前的云董事长果然没看错人，的确不错。云氏这几个月能够稳住，全靠文平。妻子，结婚证呢？季雪，你怎么还胡搅蛮缠？文平做的还不够吗？难道你想让个智障来做公司总裁吗？什么智障？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难道不是吗？有人都看见云薇在外面到处乱尿了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这是造谣，云薇没有做过。季姑姑，我知道您担心我坐在总裁的位置就不管云薇，可我今天带着云薇来，就是证明我对她的决心啊。我不要什么决心，
我只要结婚证，你可别忘了当初提你做总裁的条件是什么。季姑姑，你是不相信我的人品？在没看到结婚证之前，你说的每一个字都不信。对，剑不是云伟的丈夫，凭什么拿走云氏总裁的位置？白文平，这是觊觎云家的东西。我跟袁威已经结婚，诸位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既然无论文凭怎么做你都不满意，那就投票解决吧，免得有些人妇人之仁，拖公司后腿。林总，我已经把白文平的助理给支开了。东西都带来了。于总，你终于恢复正常了。你走之后，白文平把我流放到后勤岗，我都快坚持不住了。给我5分钟，我还你一个以前的云伟。他这是恢复了？胜负已出，还有谁不服？恭喜白总高票获选。恭喜恭喜！云氏属于云家，让一个外姓人经营，我绝不允许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怎么做，季姑姑都不会认可。季董，这是董事会的决议，难道你想违反公司章程？季董，文平本来就是云兰看中的女婿，难道你在怀疑已故董事长的眼光？你们感谢大家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带着公司节节高升，比云威做的更加出色。好。比我出色，谁给你的自信？云威好了？对，我已经恢复正常，不必再另选总裁。云总，欢迎回来。这不可能！他是什么时候清醒的？都知道了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你结的婚？啊，云威，你当时不清醒，不记得也很正常。云威，你能清醒真的太好了。这里就留给他们男人开董事会，我带你回家看医生好不好？收起你虚伪的面子，我看着反胃。云威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闪边吧，我现在没空打。云威果然清醒，不过没用。今天总裁的位置，我势在必得。云威，你脑子刚恢复清醒，还需要好好休养。公司有我呢。云氏公司凭什么要让你一个外姓人来经营？你是有公司的股份，还是有我妈的血缘关系？云威，你吃茶期间全靠文凭，现在过河拆桥，不合适吧？对呀，反正你们都已经结婚了，早晚要回家生孩子。女人嘛，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干涉男人的事太不懂事了。云威，文凭上任可是通过董事会决定的事，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了。你们难道忘了云氏是谁打下来的江山吗？文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功劳？云威，你脏不脏的我也懒得跟你说了。要不是刘仲台有指纹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，让你从我面前彻底消失。你们说的
正是这种功劳吗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功劳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白文平居然想把云薇送到精神病院，简直不是人！不是这样的，你没听我解释。云薇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跟文平处事这么久，他品行很好的呀。都这种情况，你们还要帮他解释？很难不怀疑你们是不是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呢？云薇，你现在是不是脑子还没清醒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？云薇，你怎么能断章取义的污蔑我呢？你当时太闹，我一时说了气话而已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很爱你的，对吧？爱？是啊，云薇，男人生气口嗨两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跟文平的婚事是你母亲决定的，你连你母亲都不相信吗？云薇，你病了这么久，公司的事那还弄得明白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文平将公司经营得很好。我看今天选总裁的事就这么定了。对，就这么定了。白文平在我妈面前一句实话都没有，你们居然还有脸提他？既然你这么看，那这些照片你怎么解释？怎么会这样？白文平，当着董事和这些照片的面，你敢发誓你没有跟华莎莎偷情吗？云薇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和白总之间所有的联系都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去背叛我最好的朋友啊？云薇，你不想让位，也没必要泼我脏水。总裁的位置我可以不当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品啊！人品？你拿着假证说跟我结了婚，趁我痴傻和我的闺蜜乱搞到一块儿，你还有脸提人品？云薇，你该不会是为了夺回总裁的位置，用来合成这照片吧？华莎莎说的有道理，这照片一看就是假的。我就说嘛，文平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云薇，文平对你任劳任怨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吗？不要这样污蔑他。照片都是我找人拍的，都是真的。哼，你当时傻，怎么找人拍？白文平，我痴傻的时候，你们当着我的面偷情的一幕幕，难道都忘了吗？你是不是被害妄想症发作了？我看你还是去医院好好看看吧你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啊！放手！云薇，你又打我，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对不起了，薇薇，今天我只想让文平赢。各位，云薇之前受伤，伤到脑子，时不时会癫狂打人。若是让他留在这里，还不知道要杀害多少人呢。是，白文平，你真是好命的一张纸，连这样都能颠倒黑白。我有医生出的诊断报告，没有肠道症是不争的事实。我还是带你去医院好好看看。走，走。你们放开他！让开！站上，他们好像对云小姐动手了。是吗？那可真是画面。3、2、1。白主管，你们这么着急离开，是怕云薇小姐揭露你们更多罪行吗？外界都说你对云薇小姐不离不弃，其实你一直惦记她的遗产，对吧？现在事情败露，你打算怎么平息这场风波呢？你是要吃她的绝户吗？云薇那些照片都是 AI 的，你们不要被骗了呀！哼，什么照片？我们拿到的可是实实在在的视频，都被专业鉴定过了，全是真的。你能给直播间百万观众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这就是你们看上的人。站上，已经摆好头版头条以及网络水晶，一定好好帮渣男鉴定，好好处理。我送白文平这份上任的大礼，老板可还满意？麻烦再煎一顿爆塔。
那么恭喜云总守住总裁的位置。恭喜云总回归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位置。至于白文平和华莎莎，我会将他们赶出云氏。你吃傻了3个月，文平再怎么样也算对得起你。你今天这样对他，以后也这样对我们吗？他伪造结婚证，想要骗走云氏总裁的位置，这也是对得起我吗？连人渣都要共情，妇人之仁能成什么大事？股权都不在你手里了，这个位置你还能做得了几天？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。季姑姑，这位是我的保镖阿婷。阿婷，这是帮了我很多的季姑姑。你现在确实很需要一个保镖，希望你能好好保护我们的云威。季姑姑，今天的事儿多亏有他，不然我很难拿回位置。你很聪明，但是希望你不要把小聪明用在我们云威身上。我会做好我的本分，做好丈夫的本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喂，季姑姑，阿婷她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们才认识多久？你怎么能确信？伟伟，你去相信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，这很危险。没事。云小姐，您几个月前定做的婚纱礼服已经做好了哦。阿婷，陪我去个地方。我亲爱的云薇，你可真的是好久没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，索菲亚。我最近比较忙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让我给你改的衣服改好了，我先去给你拿。我店里的新款，你随便看看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喜欢吗？怎么要给我买衣服啊？不必的，你伤刚养好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已经没事了，倒是你，今天季姑姑跟你说话不太客气，我有些心存不安。你的身材很好，是个天生的衣架子，看人很有打扮欲。我身材很好，你穿多大码？自己量一下不就知道了？你的身材很好哎。我的眼光真不错，不然也不会选中我。
亲爱的，喏，这是你给白文平订的西装，好啦。你是不是认为我带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这套衣服？这套衣服是我出车祸之前订的，但是我很感谢这次车祸，让我真正的认清。我之所以信任白文平，是因为我妈妈喜欢他。可是有些人生来就会欺骗，他们一点也不配。亲爱的，钱我会照付，麻烦你把这套衣服拿去扔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手抖什么？帮这么帅的帅哥打领带，谁不紧张？看来你以后得经常习惯习惯。老板，怎么付款 ？OK。小保镖，对这份礼物还满意吗？我不穿更好看，要不要看看？一群废物！那人为什么连亲情都不知道，害得我出这么大手？文平，消消气。你让我怎么消息？到手的总裁都飞了，我现在成为全网的笑话。云威肯定早就清醒，一直在跟我们装呢，心机真的太深了。我得赶紧通知我爸。爸，今天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股份现在都在我的手里。可是爸，云威装傻充愣，估计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公司里都是我的人，等我回国，我就联合股东，将他彻底扫地出门。我怎么忘了？云威现在一无所有，连这栋别墅都在你的名下。去，把云威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。是。亏我之前还对他心存愧疚，没想到他让我们丢尽颜面，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。对，我要出了这个5个钱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自己回来拿。我先去开车。你不用。各位，你再不滚回来的话，我就把你所有的东西扔出去，把你扫地出门。白文平，那是云家，你要点脸。都不在你身上，算什么云家？无耻！阿婷，送我回家。Come back to me， 无论多远距离 ，You are my star in the dark in my dream， 哪怕潮汐把相遇都卷走，不后退。你是命中气鼓鼓的，是又有某些人在找死吗？你对每个雇主都这么体贴吗？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，付出一切努力之力，才能健康的站在你面前。我的体贴只给你。这是你的私事，你不用回答我的。第一次服务，希望客人能满意。阿婷，你能不能再安排些人手过来？
不相信我？知道你很厉害，连云家的高墙都拦不住你。那几个人卑鄙无耻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使出什么下作的手段。这副 AI 眼镜带摄像头，别摘下来。你尽管去，我帮你身后。今天真正要被赶出云家的是你们。回来了，王叔，给客人上茶。是。这位小姐，请用茶。在我家唱什么大戏？我要让所有人看到你们鸠占鹊巢、欺我辱我的真实面目。你家？呵呵，你妈死后，这房子早就归你爸继承。哦，不对，不是你爸，是我爸。微微，这次你真的错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文凭才是叔叔的亲儿子，正牌太子爷。你不过呀，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而已。我爸养了你那么多，你不知道感恩，还霸占我的身份，抢夺我总裁的位置。云薇，我现在可以把你踩在脚下，狠狠的蹂躏。这里姓云不姓陈，你一个见不得光的野种，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少爷？云薇，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大小姐？人家的人早就死绝了。云薇，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？现在文凭才是少爷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，三番五次伤害我们，我已经没跟你计较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看在认识多年的份上，你过来给文凭下跪认个错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对我不客气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他不过是陈海明的一个私生子，法律上可不认可他是什么云家的少爷。只要我报警，他马上就得从我的云家的房子里滚出去，是吗？一个凤凰男的私生子，一个知三当三的贱人，居然还敢在我的房子里面装主。今天我倒要看看，把你们的真实面目曝光，你们还有什么脸赖在我家？云薇，你好生的心机，竟偷拍我们！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扔出去啊！大小姐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得罪了。王管家，云家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卖主求荣！大小姐，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不该清醒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天生犯贱，早该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，现在还用受这苦？少爷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女人你扔出去。等等，他刚才用热水泼我身上，那就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走。校长，拿热水来。白文平，你敢！我有什么不敢？这里面没有人能帮你。让他给我摁死了！阿婷，你们又是谁？文平，
阿婷，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来得很及时。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拖过来。是。云薇，你哪里长的这些疯狗，竟然敢如此对我！啊！麻烦二位帮我把他俩拖出去，别脏了我云家的地。云薇，你彻底惹怒我了！云薇，你彻底惹怒我了！等我爸回来，他们会整死你们的！莎莎，我们走。谁让你们走了？你们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我报的警。他们鸠占鹊巢，霸占房产，还想让热水烫我。你有证据吗？他手机刚才被抢，根本就没拍到泼水的事情。你以为我只有手机？警察同志，证据在这儿。云薇，你脑子有病你！云薇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给他们俩带回局里，好好的审一审。哎，别动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别动我！别动！动手！有老实点！大小姐，饶命啊！我们都是被逼的。在我痴傻期间，你们做了多少恶事，还要我给你们算吗？大小姐，我们好歹照顾你们母女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们眼睁睁看着白文平父子欺负我、羞辱我、抢我的东西，哼，功劳说出来也不怕闪着舌头。几个恶怒而已，交给我吧。谢谢你，阿婷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陆琪，老板，我在。我这个人平生最痛恨背叛，把他们带回去审，先让他们把对云薇做的事都吐出来，然后让他们消失。是，把人给我带走。不要！云薇，云薇，云薇，云薇。开玩笑的，以防最近白文平要过来找你复仇，我暂住在云家，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吧？不会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收拾收拾，清理下垃圾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。为什么看到他，我总会想到陆战庭？明明两个人身体相差巨大，而且陆战庭已经10几年没消息了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钱副总，你不会也要背叛我吧？白少爷，别人不知道你跟董事长关系，我还不知道，大伙都等着您接任总裁的位置。算你识时务。白少爷，你放心，明天云威的公司例会，我和云氏其他管理高层交代，绝不让他好。替我好好教训那个贱人。幸好公司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我听说秦副总那个人对折腾女人很有一套，咱们呀就等着看云威的笑话。拜那个贱人所
害得我们在警察局拘留这么半天。要不是律师来，我们还不知道受多大的苦。只是看他的笑话难够。文平，消消气，陈叔叔马上就回来了。等我爸回来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大晚上的，也不把衣服穿好。承诺，心脏又越界了，接着倒数声靠近，直到烟火降落，该不该按了？我没有把握，只能先谨慎的不贪图的试探。心情好点没？你等在外面，就是为了想看我心情好不好？因为我不想让你难过。你说这话容易让人误会。你今天是不是吻我背了？我那是……其实可以吻唇的。他的唇好软。I think by now you know it. Not sorry if we ditched the call. Ooh, just hope you feel the same way too about me and you. There'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't do. 他昨晚在沙发上守了我一夜。虽然他和陆战庭真的很像，但他终究不是。我不该放纵自己沉溺其中，以免最后伤人伤己。喂。男人，那个，我找云总。他还睡着。声音这么好听，人一定是个大帅逼，这才对嘛。我们云总想找男人就找男人，白文平算个屁呀！啊，那个，你们慢慢睡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。要不然，某人先醒一下。李李，怎么了？你们睡好了？江离离。好了，尹总，说正事。我刚才听到秦副总正在拉拢公司的其他高管，准备在例会上让你难看，让你无法接管云氏。这不是送上门来的狗吗？哎呀，某些人刚才看的可还满意？你知道我在看你，那你还装睡？那不是不能扰了老板的雅兴吗？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些太近了，不然我总被你带跑偏。我知道了。秦副总和几个经理什么意思啊？还能什么意思？不服管呗！早知道我也不来了，这样还能睡个懒觉。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是白主管和董事长的，秦副总不来就不来呗，云总还能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只怕云总以后别想服众了。云总，今天少这么多人，要不例会改天吧？不用。李李，
记录一下今天会议缺席人员的名单，直接开除。是。云总，因为缺席一次例会就开除高层，恐怕难以服众吧？我自会去跟董事会交代。今天缺席了这么多人员，你们难道就不想往上爬一爬？开会。是。这是云氏下半年的战略企业计划。好了，今天会议到此结束。云总，你这么做，秦副总肯定会找你大闹特闹的。就怕他不闹，那我还怎么杀鸡儆猴呢？李丽，去我办公室拿个东西。是。不好了，云总，秦副总大人气势汹汹朝你来了。云威，云威，我可是云氏的功臣，就因为缺席一次例会，你就开除我？云氏就是这么苛刻员工的吗？没错，我老婆生病，我已经请过病假，刚请的假就接到被开除的通知。云总，你真是好大的官威呀！白主管接管云氏期间，从来没有这种事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否则我们就去劳动局告你。云总，怎么回事？是脑子还没好吗？这是将厉威踢到铁板上了。不服我的开除？当然不服！你不就是以我们缺席例会、不服从你的管理为借口吗？这种排除异己的手段，我见得多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收回开除的决定，我们就找媒体曝光你，让你在云氏臭名远扬。哎呀，如果因为这件事使我妻子病重，要你偿命！命！我开除你们可不是因为缺席早上的例会，秦副总，我本来想给你留点颜面，没想到你这么想身败名裂。好，那我成全你。确实啊，聊天记录，那这聊天记录怎么这么恶心？在我出事之前，接到了大量的投诉，不少女员工控诉职场性骚扰，还有利用职务之便强迫他人与你发生关系。我倒是还没找你，你先找上门。李丽，报警。好的，云总。于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于总，没有人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欺负我的女员工，让你直接坐牢。云总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我只是病，不是傻。秦副总作恶多端，你们几个狗腿难道就经得起查吗？要不要我让人扒一扒你们的账户啊？我开除你们，服还是不服？服！于总，我们错了，领导，我知道错了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们一马。放过我们，云总，我们马上就走，马上。滚！以后你们要是在云氏再受到困难，我一定会坚持云氏的企业发展文化，尊重且保护每一位女员工的合法权益。希望以后你们再碰到类似的事情，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。除了云总，谁还会给我们最好的福利和尊重？我为我之前冒犯云总而道歉，并且永远支持云总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是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这个人职场性骚扰，证据我会让助理跟你们走一套，协助你们梳理。好，邓总，于总，我错了，于总放了我吧，于总，革命于总，我错了。好了，都去工作吧。是，云总。明明他听话回避了，但我为什么会觉得失落？
云伟，你确实有些手段，不过可惜了，董事长马上就到。啊，他好像生气了。林总，季总到了，请季姑姑进来。薇薇，我帮你查过你那个保镖的底细了，这个人很有问题，不如把他开除了吧。季姑姑，阿婷帮了我很多，而且我现在确实需要她的保护。薇薇，你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像你了。我们明明可以找更可靠的人来保护。话是没错，但我好像舍不得。季姑姑，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这事儿我们先放一边不提。那说说你爸爸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那个人，他不是我爸，他是白文平的爸爸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和妈妈一直生活在他的谎言之中。他蛰伏云家多年，就是为了夺得云家的财产。薇薇，你确定吗？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让他代理你的股份，简直引狼入室啊！季姑姑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和他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发现他的真面目，更何况外人呢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我妈的心血落入那群豺狼手中。可是你身单力薄，公司的股东都向着陈海明。哎，对了，薇薇，你还记得环盛集团的郑少吗？说起来，你们年少的时候青梅竹马，两家还想过联姻呢。当然记得。那你去找他，他一定会帮你。我们10多年没联系了，我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我不想去找陆家。薇薇，你为什么着急拒绝呀？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我的心竟然下意识就偏向了阿婷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只要得到陆家的帮助，云氏的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姑姑，当初两家的婚约不过是儿戏，而且我和他已经10几年没见了。我不想有事就去找陆家，你让陆家怎么看我，怎么看云氏？可是姑姑，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10几年过去了，镇上说不定也已经康复，说不定也已经结婚了。薇薇，我只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罢了。你爸马上就要进入云氏了，还不知道要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和战少的婚事。忙了一上午了，该吃中饭了。好。云伟，季董说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毕竟想让环氏集团保个人，轻而易举。你也觉得我应该去找站上吗？这样有利于你守住云氏。这真的是你心里想的吗？你今天上午一直在逃避我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忘了早上自己说了什么了？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和陆战庭太多相似的地方了，我分不清我到底是在意你还是在意他。但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在意你。我已经拒绝了季姑姑的提议，我不会再去找站上，我更愿意你陪着我，守护着摇摇欲坠的云氏。好了，我们去吃午饭吧。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云伟，我已经开始贪念保镖的身份了。爸，叔叔，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回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。爸，
你是不知道云威那个贱人，把我和莎莎弄到警察局去，害得我们丢尽颜面。现在又带着个臭保镖在公司里耀武扬威的。没用的东西！东叔，你去联系一下云威，我都要看看他现在的翅膀有多硬。我爸回来了，他让我回家一趟。薇薇，按道理说，你爸代理你持股份协议，在你清醒之后就应该自动失效。表面上我们有赢的可能，但云氏集团现在董事会除了你姑姑之外，全是你爸的帮手，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后手有什么准备，所以赢面可能不大。我当然清楚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听你姑姑的话，联系环盛集团，让陆家出面，这样我们才能赢。阿婷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陆家联系了，我也不想去攀这个关系。看来你真的把陆占庭嫌弃得很彻底。以云氏和环盛的关系，他们知道你有难，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去找陆家，那我和陆家少爷的婚事很可能会被重提。你怕婚事重提，是因为我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重提这段婚事的。怎么可能？好吧，那我去试试。这云威还想赶走我，我不还是回来了？爸，这云家呀，还是咱们父子做主。昨天才赶出去的，今天就爬回来，脸都不要了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这里是云家，我是云氏的大小姐，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质问我？哎，云威，爸爸刚回来，给爸爸一点面子。什么面子？陈董，您骗我骗的难道还不够深吗？小薇，这些年爸爸待你可不薄啊，况且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文凭的存在。是吗？您这些年都不清楚白文平的存在？我跟你妈妈结婚的时候，那是清清白白，我真不知道文平的妈妈怀孕了。她可不像你的妈妈，都已经把你生了，还到处宣扬自己是黄花闺女。都说基因很重要，这当妈的未婚先孕，当女儿的又跟保镖一顿乱搞。白文平，我和我爸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你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子。彼此啊！够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说破，那就不妨直说。现在云家的这个别墅可在我的名下，我想给谁住那就给谁住。就算我现在把房子送给文平，你也不能说一个不。云氏是我外公一手打下的江山，云家是我外婆的故居，你在这里鸠占鹊巢，难道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只认法律。我妈已经去世，所以你想怎么编都行，但我不会信半个字。这个房子在你的名下也确实可行，不过我一定会让你原封不动的还给我。还有，我已经恢复正常，股份可以归还。云威，云氏的股东可全都站在我爸身后，我劝你啊，不要痴心妄想。我也只认法律。好。云威，3天后我举办新闻发布会，当众把我代持的股份还给你，怎么样？爸爸够诚意吧？爸，哎，希望陈董这一辈子能够守信一次。云威，你这个保镖，我很不喜欢。想动我，不妨试试。这个人怎么看着像是环盛陆家那个少爷？东叔，你立刻查一下环盛的战少现在什么地方。是。
爸，您不会以为刚才那个穷酸样的保镖会是战少吧？怎么可能？就是陈叔叔，战少因病出国，已经10几年没消息了。而云威身边那条狗，怎么可能会是高贵的战少？老爷是怕云威小姐向陆家人求助吧？云威现在唯一的胜算就是陆家，请老爷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云威小姐有接近陆家人的机会。爸，您不会真要把股份还给云威吧？还？东西进了我的口袋，就从来不还。您养育他这么多年，他终究是云氏千金啊！养云威就跟养了个兔子一样，况且云家的人现在已经死绝了。我说他是千金，他是千金；要说他是云家领养的野种，那他就得是野种。一个野种哪儿来的继承权？爸，还是您厉害！云威就要从云氏彻底滚蛋。这里是你家？对啊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我妈嫁了个有钱的后爸，资产在她名下，我们随便住。原来他也是二婚家庭啊。那还是不太好，我还是出去住酒店吧。待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更安全。可是，我以为今天你会跟你爸鱼死网破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成熟，居然没有失态。阿婷，爸，陈海明，他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把股份交出来，他肯定还留有后手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方寸大乱，那云家一定就会被他抢走。所以你不心疼云家被霸占？我当然心疼了，但我更心疼我妈，她生前都活在谎言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云家拿回来。毕竟，比起和那些个人渣鱼死网破，我更想什么？我更想有未来，有伴侣。已经想好伴侣是谁了。老板，失去的东西。说话。根据老板吩咐，去查了陈海明和白安平的行踪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陈海平从未和白安平的生母断过联系，这俩人一直背着云薇小姐的母亲婚内出轨，直到对方去世。我没事。可是单靠这些，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再加上这个呢？陈海明盗取银氏机密资料，给前任开公司，严重损害银氏以及股东利益。云薇小姐，按照公司章程，你完全可以把他赶出董事会的。阿婷，我们有胜算了。除了这些，再加上陆家出面作战，我们能守住云氏。我答应过你，我会尝试着去联系陆家。我现在需要知道陆老夫人的现在行踪。那还不简单？这就去办。你这小助理还挺厉害啊。他厉害？厉害吗？不厉害，不厉害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了。浴巾在第3个格子。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我儿子终于也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妈啦。妈，云薇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想约您在云氏和她见一面。就凭你的身份摆在那儿，这云氏有什么困难是你摆不平的。云薇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她以为我就是个保镖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还有这癖好呢？妈，好吧，你说吧，要妈妈怎么配合你？哎，不过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啊，我也要考验一下云薇，到底她值不值得我儿子为她付出一切的去喜欢。
云薇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盛装出行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年轻人嘛，当然是要去约会了。谈恋爱可以，不过身为父亲，我还是要劝你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可千万别染了什么病。这些话您还是去和白文婷说吧，毕竟我又不乱搞。阿婷，上车。他好像真的很害怕我会去找人家。既然要在你爸面前演戏，为什么不演点真格的？这才叫享受生活。老爷，陆夫人今晚就在进士，我已经派了人在附近看守。云薇正在车里跟人家卿卿我我，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，肯定来不及。陆夫人晚宴后会直接去机场，没有别的行程，就让她尽情的享受生活，反正她也快活不了几天了。是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男人的吻？我以为你会推开我。你知道的，我根本不会推开你。所以，你今天让江离离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确信陆夫人会留下来？云总，你让我给陆夫人准备的东西，我都认真准备了。然后陆夫人真的留下来了。阿婷，跟我去见个大人物。别紧张。伯母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已经是很成熟的企业家了。哪有？伯母，我们坐。伯母，太久没见，不敢揣测您的口味，再加上一会儿就要休息了，我就让人安排了一些温补的食材，不太多，刚好填填呀你有晚宴欠缺的胃。你这个小丫头呀，你就这么笃定，我看到玉兰花坛就一定过来见你呢，你就不怕我真的走了？我让黎黎给您准备毯子，是因为现在早晚温差大，而且那主办方呀并不贴心。至于你会不会留下来，我其实也没有把握。不过今天晚上会下暴雨，飞机延误的可能性很大，我就是提前给您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场所罢了，又擅作主张替您更改了明天的行程，不会耽误您后边的会议的。你呀，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，会事先准备，不疾不徐，却又能把事情做到细致入微，也难怪我家那个臭小子。阿婷，别这样。伯母，今天请您来是想和您谈一项合作，不是求我帮个忙，而是要跟我谈合作。伯母，我不想仗着我年纪小，或者是说家里的亲人曾经和桓胜之间的关系，对您进行道德绑架。不管我能不能拯救云氏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堂堂正正。好孩子。那咱们边吃边聊。哎，边吃边聊。来。云薇啊，你这个小保镖看着真不错。伯母，我身边呀正缺一个像样的人，不知道等云氏的事情解决之后，你是否肯割爱呢？抱歉，伯母，我跟他签了长约。哦，这样啊。阿婷，臭小子，现在憋着不说，等微微知道了有你追妻火葬场的日子，
签的不是3个月的合约吗？什么时候变长约了？老板。明天的事情很凶险，你能不能等我解决完云氏的事情？等你做什么？你心里知道他。可是我想听你说出来。那你呢？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那我也等到记者会之后。你这臭小子，云薇呢？他睡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毕竟这么多年没见，他没有认出我的身份。他现在喜欢上的呀是保镖阿铁。你不敢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，这可不像你儿子。妈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之后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不是薇薇想要的。他需要的是一个伴侣，一个能陪他成长、包容他的一切、尊重他选择的人。妈，我想等陪他度过这个难关之后，再告诉他一切真相。妈妈知道，你能熬过最后的手术，那都是云薇的功劳。你现在也成熟了，妈妈支持你所有的决定。至于陈海明那个人渣，在必要的时候得用点非常的手段，别让人以为云薇背后就没人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早晚会解决他。阿铁，你出去了吗？阿铁，你哪儿也不要去，就在这里陪着我，陪在我的身边。明天陪我上阵杀敌。好，不止陪你，命都给你。林总那个三宝的气场好强啊！林总在他面前也太小鸟依人了，气质也很尊贵。老实说，比这所有人都更像霸总。董事长好，云总好。云薇，看来还真不能小瞧你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能重整旗鼓。一切拜陈董所赐。不过以后和公司无关的人员就不要带到公司里来。哎，董文平，这一点你得跟云薇好好学学，不要总这样无能狂怒。爸，看咱们谁笑到最后。走。陈海明，你今天什么都抢不走。今天你会得偿所愿。欢迎各位今天来到云氏参加发布会，我是董事长陈海明。在我女儿云薇受伤的时候，我合法代持了她的股份。现在我女儿已然康复出院，我也对所代持的股份归属问题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。陈董是打算把股份归还吗？没错。这就是股份代持协议。不过这份协议啊，微笑。恭喜云薇，现在股份已经汇到了你的名下。我所代持的股份的确是结束了，不过可没有回到云薇的名下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我的意思就是你云威根本无法继承我王琦的股份。凭什么？对，陈海明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可没有胡说，他云威是我王琦收养的孩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云家的千金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。假千金。妈，云威晕倒麻烦了，可能需要你亲自来一趟。陈海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争夺云威的遗产，你居然编出这样荒唐的鬼话！我知道你会有很多下三滥的手段，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污蔑我的出生。你为了争夺云家的遗产，已经是费尽心机、不择手段了。确实荒谬，云威小姐和已故的云董事长长得很相似，怎么可能是收养来的？该不会是欺负云家没人了，死无对证？我有证据，这份收养协议是我在整理王琦遗物的时候找到的，这足以证明云威是我王琦收养的。云威，你别相信他的鬼话，这个凤凰男狼子野心，绝对能干得出伪造文书的事儿。季董，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，这么多记者都在，你不能因为文书对云威不利就说是伪造吧？你们父子什么恶毒的事做不出来？这收养协议都拿出来了，看来是真的呀。这样看来，云威确实没有资格继承遗产。哼，不过云威嘛，也是在我云家长大的，我也不会狠心就这么把他赶出去。云威，要是你同意的话，我还可以在公司里给你个职位。我不接受你对我身世的污蔑。那你就得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世啊！证据你有吗？你以为我没有吗？那你就赶紧拿出来，大大方方的给大家看看呐！对啊，就是啊，拿证据我们看看。谁说他没有证据？谁说他没有证据？这是谁啊？这有名不是在山，这是首富云氏集团的陆夫人。首富？你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无耻凤凰男，你就该死！云南当初下嫁给你，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事情。陆夫人，这里可是云氏。你在外面偷情养野种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敢污蔑到云威的头上。陆夫人，就算还圣能只手遮天，你也得有证据才能服众吧？就是。野种就该待在下水道里，你不懂什么叫私生子吗？你也敢上台面？各位，云威的确不是陈海明的女儿，陈海明他就是一个趁虚而入的极品凤凰男。云威是云南和她前男友的孩子，当年他们已经在谈婚论嫁，可就在婚礼前夕，云南发现那个男人他竟然出轨了，云南果断和他分手，独自生下了云威。陆夫人，这可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我们陆家有的是证据，云威当年出生的医院、接生的医生、办理出生证明的工作人员，我都可以调得一清二楚。倒是你的收养证明，你敢告诉我是哪家孤儿院的吗？你说不出来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我云家的家事。你的家事，陈海明，你当我不知道？你趁着云威生病，买通了云氏的股东，胡作非为。但是陈海明，你说错了，不仅仅是你的家事，因为云威，她是我儿子陆占庭的未婚妻。什么？这未婚妻啊？不可能！未婚妻？是柯占庭未婚妻啊？怎么？这不可能！各位云氏的股东，给我听好了，云威和我儿子陆占庭将在3个月之后举行婚礼。谁要是还看不清局势，胡乱站队，到时候别怪我陆家辣手无情。好，云威，你好样的！你们爸，师叔，爸，没事吧？快送医院！爸。
今天的事谢谢你。云薇啊，你别怪我没有事先征求你的意见就公布了你和战婷的婚事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如果不把你拉入我们陆家的保护范围，可能云氏的那些股东不会善罢甘休。伯母，您快别这么说，今天的事儿多亏您出马，否则云氏就落入陈海明的手里了。只是我和战婷的婚事，你真的不记得战婷了？她退国之前，你们一直都是形影不离的呀。战婷她在国外还好吗？这10年为了治病，她在国外吃了不少苦。我真心的祝福她，我和她从前的那些情谊，我已经放下了。结不结婚的先不论，你现在需要这门婚事稳定云氏，这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啊。可是伯母，我不想利用战婷。战婷啊，她是不会介意的，她心里一直记着你呢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但是今天我记录了白文平，你一定要记得让你的小保镖好好的保护你。再次谢谢你，伯母。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小保镖要照顾好云薇哦。阿婷，今天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，但我确实因此获了利，也借此稳住了云氏，但这对你不公平。没关系的，这种情况王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并不介意。那晚上你陪我吃个晚饭吧，不以保镖的名义。那以什么名义啊？就只是阿婷，以一个男人的名义。刚好我也有话要对你说，那我就早点回去准备准备。好，晚上公寓见。不见不散。你又想怎样？如果你真想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，你就一个人来见我，别带上你的保镖。我不会去的，我不会给你伤害我的机会。好，你可以不来见我，但我劝你，最好还是把你那个保镖给辞掉。我对付不了你，我还对付不了一个区区的保镖吗？我警告你别乱来。我会不会乱来，这可完全取决于你。如果我不离开阿婷，她也会像我妈那样消失吗？我手里陈海明出卖云氏的证据还不能让她坐牢，我不能冒险。事到如今，得先解决掉云薇身边那个碍事的保镖才行。爸，这件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？现在只要搅黄了他跟陆家的婚事，剩下的事儿那还不简单吗？莎莎，你去帮叔叔取下药，在车里呢。好的，叔叔。这个莎莎你也玩够了吧？为了得到云氏，现在你得做出取舍了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得跟云薇生米煮成熟饭，要是能让她怀孕的话，就更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她跟陆战庭的婚事就绝无可能。可是爸，你是要云氏，还是要莎莎？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我要云氏。我在你们父亲眼里不过是个玩具而已。好喜欢你
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飞上蓝色大蜥蜴，像流着叙事神秘的爱情咒语，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，去洗手。像眼泪落入海里逃离了孤寂。我今天来你是跟着这个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下午想跟我说的话。没错，之前答应过你的，假结婚，事成之后报酬翻倍。我还以为，所以你是去打算当陆少夫人吗？谁知道呢？不过，不管怎样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，希望你以后一切顺利。阿婷，祝福你。我像没底气散在风里的心，我比你更早懂得不适合，却不舍得让我们停在这，再说还不适合做朋友，浪费了。给我跟踪陈海明，彻查他的一切资料。我不相信那是你的真心，但是只要你想要，我都会成全。我们陆家见。你要的你妈妈资料我都给你了。云氏现在也是你在管理。2天后的酒会，你可得出面主持啊！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嗨，你现在有陆家罩着，我能有什么主意？我就是累了，想歇歇。最好如此，和你的私生子安分守己。否则，我或许守不住云氏，但我敢跟你同归于尽。还有，你最好别动我的毛。陈海明把视线往妈妈的车祸上移，就是希望我去调查，反而掩盖了他真正的意图。我记得我吃茶的时候，白文平带我去过一个茶楼。你现在应该在找下一个雇主了吧？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依赖你，小保镖。我好想你。叫保镖吗？李李，去查一下上河这个茶社，说不定能找到陈海明贿赂股东的证据。切记，一定要小心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找私家侦探。云总，您的保镖可比我有用多了。他已经离开了。难怪他那个助理给我留了电话，让我有事的时候可以找他帮忙。是吗？阿婷，你怎么这么好？
都快睡了，别抽了。我平时也抽，你管这么多干嘛？文平，如果我怀孕了呢？不是，我们都是让你吃避孕药的。避孕药也不是100%保险啊！明天去医院拿掉，我们现在不能要孩子。是不能要还是不想跟我要？你发什么疯啊？你平时的体贴都是装的吗？我现在就让你去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现在就去约，越早越好。白文平，你就是个畜生！我没名没姓跟你这么多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要我怎么样？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人事，莎莎，你应该支持我的呀。为了人事，为了人事，你心里只有人事。要是爸的命令，你牺牲我们的孩子，你也无所谓。白文平，我就是你无聊时候的消遣，对吗？你不要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莎莎，我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你和你爸自私着我恶心。已经仔细的对病人的宫腔做了清理，幸好是流产了，否则对她的身体负荷太大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对她的身体详细的做了检查，在子宫里发现了肿瘤，已经全部切除了。切除了，都要等待活检结果。在这期间，让病人好好休息，少受刺激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你是来看我相好的？如果不是你晕倒在路上，路人也不会给我打电话。你也真是可笑啊！当初我选择和你做朋友，是因为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热忱。可是我没想到你的人生目标居然是和我抢白文平这个垃圾。为了这么个人渣，你仇视同性，伤害身体，践踏自尊。更可笑的是，所有人都当这是一场游戏，而我却当真了。这就是嫉妒的可怕之处啊！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，你以后记得还我。还有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背叛我的事情。但是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凄惨，我也不想对付你。你也不值得我在你身上再浪费时间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云薇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以后自己小心。饿了吧？您小姐交代了，说你喜欢吃这个，让我给您多做。我听陆琪说，你从昨天就一直在喝酒，怎么跟袁明闹别扭了？妈，云薇她也不要小保镖了。你以为云薇为了云氏打算跟我们陆家联姻，你没有她的云氏重要吗？儿子，就算云薇真的是这么想的，你也不能怪她呀，那是她妈妈留给她的遗产。你才在他身边出现了几天呀？人家凭什么为了一份还不够深厚的感情，放弃亿万家产的继承呢？妈，我知道。但是儿子，妈妈觉得，正是因为他推开了你，才让我看清楚了他的真心。但是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他真的打算跟我们陆家联姻，那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表明他的态度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啊，妈妈觉得你现在呀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护好袁薇的安全。他之所以推开你，是因为他担心你涉险，你在他眼里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小保镖呀。儿子，他是在用他弱小的身躯保护你呢，儿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儿媳妇给你带回来。
我这个儿媳妇儿真是个好姑娘。战生，我刚在公寓外面看见云薇小姐了，我猜她呀还是放不下你。你们呀表面说是狠话，其实都很挂念彼此的。薇薇，我已经明白了你想保护我的感情。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我查到陈海明定期会去一个地方借云氏的苦豆，而且云薇小姐也查到这儿了。不愧是云薇，让保护薇薇的保镖帮她取证。是，战生。来，咖啡，干杯。先回房间里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会安排人把云薇送到房间。我这就去。大平，你今天就收拾东西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今天谁有空理你？那些东西你爱扔就扔了，以后啊，别给我打，省得云薇误会。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Power on。你好，这里是云氏总裁办公室。江丽丽，云薇在哪？华莎莎，今天是云氏酒会，总裁当然在酒店现场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闲吗？你能联想之前云薇那个保镖吗？云薇有危险，保镖要算计他。希望还来得及。哦，抱歉，我先失陪一下。你喝醉了吗？把云薇小姐送到房间里。好的。战少，不好了，白文平一族对云薇小姐不轨。我好想你啊！姐，给我去找白文平在哪儿？是。别下药了，送你去医院。我不想要医生，我只想要哥。阿婷，我太想你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那天我被赖迪基说出口的，是我也喜欢你，我不想跟你只有3个月的合约，我想和你开一辈子的婚姻。怎么说得上来？快，通知单位医生，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马上2次手术。海中病有紧急用事。陆占庭，我希望你健康。想知道？一定很痛。
你们什么人啊？很难受吗？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解药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房间的？是琳琳告诉我的，所以我就自己找过来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海明让我主持今天的酒会，我就猜到他会心怀不轨，所以就和季姑姑有所提防。酒已经是季姑姑换过的，只是没想到他还是在酒里下了药。但是站住！大姐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林总，你没事吧？快去找小保镖，他在8025。所以现在白文平房间里是那2个保镖。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他算总账。还真是不能小瞧你。我前2天累啊，是因为我被爸爸威胁了，我暂时没有找到他的把柄，我不敢让你冒险，毕竟我妈……我知道，不用解释的。阿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陆家的少夫人，从我喜欢上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认定你了。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我爱的人是你。身份不重要，我眼前的人才重要。那我过2天再告诉你好消息。陈董，云薇好歹做了你这么多年的女儿，你对待她的手段也太恶心下作了点吧？云薇和文平本来就是未婚的夫妻，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陆家子。你为了争权夺利，为了拿下云氏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又怎么样？我已经赢了，不是吗？你赢了吗？云薇和文平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陈董，您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可没有见到他那龌龊又下流的面孔，和他待在一起的是我的保镖。云氏的诸位，我需要你们给我做个见证。你们的陈董事长为了破坏我和陆氏的联姻，抢走云氏的股份，不惜给我下药，让他这个恶心又下流的私生子来羞辱我。为了彻底破坏我和陆家的合作，这些损害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利益，而是整个云氏的利益。什么？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这父子俩只顾着自己能不能夺权，根本不顾我们的死活。云薇，你发动什么？我胡说！这些年你盗取云氏的机密，在外边给你的情人开遍了公司，我们公司的法务到处维权无门，你却利用你情人的公司洗钱，这些难道也是我胡说八道吗？证据已经收集完毕，把它移交给警方。这些你让云氏损失的可止100亿。什么？亏我这些年一直维护你和你的野种，没想到你们从头到尾都是吃里扒外的东西！给我打！操你妈！敢他妈忽悠老子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在哪呢？爸，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什么时候报警？季姑，先别急，先放他们一马。这对父子呀，还能给自己唱一出好戏，把自己送进去。你有把握？那我就等着看了。
这段恶心的凤凰男父子居然还贼心不死，原来他们一直在这儿和公司的股东私下交易。我了解陈海，如果不能把他一击击倒，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卷土重来，而那些曾经受到他贿赂的股东，就是他的救命稻草。警察马上到了。只有将这对父子送进去，云氏才能真正的并入正轨。那还等什么？抓他个人赃并获！这是100万，只要你们张口，还要多少，我一定补给你们。不过云氏，你们得跟我周旋到底才行。老陈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而是你做事太绝。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你出卖云氏，损害了股东利益，你让我们怎么帮你啊？方董，我们可是在一条船上，就算你们忘了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们一共从我这儿拿了多少好处？不会，你们是真想看着我跟云氏闹得鱼死网破吧？老陈，云威马上和陆家联姻了，而且战少声名在外，不是个好惹的主。你让我们拿命帮你啊！是，陆家不会跟云威联姻，因为云威跟一个小保镖搞在一起。只要这件事情告诉陆家，陆家一定会取消这门婚事。只要你们肯帮忙，云氏必定是我们囊中之物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知道事后云威一定会找你们清算，与其到时候被赶出董事会，不如现在跟着我搏一次，怎么样？行。罗明路，谁这么大胆子？我们的雅间都敢闯？我们闯的就是你的雅间。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人在茶社进行不正当金钱交易，证据确凿，全部带走。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们只是小赌而已，没做任何交易啊！对，小赌啊，我们就小赌一下。老实人，我也没法。再说这么多陷阱，当我们傻子呢？走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又是你这个贱人，云威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云威，你长大了，也变狠了。不过你可别忘了，云氏的股份还有房产地契，可都在我的手里呢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我给弄，别做白日梦。我就不信你能放得下你母亲的遗物。你没有资格提我母亲。走，走。总算看到这2个人渣被带走了，真是太解恨了。薇薇，既然云氏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你又这么喜欢他，以后啊，姑姑都不干涉你们在一起了。但是陆家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处理好。姑姑放心，云威交给我，我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啊，还是不相信你。但是我相信薇薇的眼光，只要她幸福就好。季姑姑，一直以来都谢谢你。好啦，很晚了，快回家休息吧。明天我就把陈海明被捕的消息带回云氏上下，好好敲打一下他留下的余孽。好，让那些被这对父子打压的员工痛快一下。那我回去了，回头公司见。阿婷，我不想再见陈海明。你既然这么说，就代表你还有心结。云氏的别墅和股份还需要你去处理。那就让他在警察局再享受几天。那就先不提他们了。不知云总过2天有没有时间啊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想拍婚纱照了。既然我这个小保镖娶了这么漂亮的妻子，那就得让我付出一下。那勉为其难吧，你可要好好珍惜我。我这么好的女人，打着灯笼都难找了。21世纪哪还有灯笼啊？这不是灯笼吗？你怎么才来？陈董，不是我来的晚，
而是云威实在是太狠了，让你人赃并获。我也是跟警方申请了很久的手续，才让我进来的。等，我不管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还能不能出去？根据刑法第164条，向民营企业股东行贿数量巨大者，将处3年至10年有期徒刑。那就争取3年。您这被当场抓获，并且向多人多次行贿，再加上云威提供的其他证据，您的量刑只会在10年往上，并从重处罚。您现在能做的只有2件事，就是用手里的股份求取云威的谅解，得到减刑；第二就是保全白文平。你是律师，我让你来给我减刑，不是来他妈做什么选择题。到绝路了，陈董，必须选了。我选减刑。您选择减刑的话，就怕白少那边会捅出其他对你不利的证据。我建议还是保全白少。保他？一个儿女情长的废物，保他干什么？都不保的话，陈家就绝后了。那我不管，你去找云威，你让云威想办法，你让他来见我。吼什么？老实点！果然是素良不起，就个子废。我先去洗澡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你继续。云总，如你所料，陈总的确只想减刑。这就是陈海明，谋算一切只为自己，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。云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见陈总？等我心情好再说吧。虽然已经和他说开，但他的身份家世我还是一无所知。他现在把钱包放在我面前，和打开也是可以的吧？喂喂，帮我拿下浴袍。哦，好。Let me tell you about this one girl I know. She's a bad girl. She breaks my heart and play my heart. You know what I mean? 你不是要洗澡吗？我才不想要浴巾，我要你。没忍住承诺，心脏又越界了。你不是要见我吗？有什么事就说吧。云威，股份和地契我都给你，你放了白文平吧。还有，我要减刑。你还真是贪得无厌。云家本来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现在到处充满了你和白文平恶心的身影。至于股份，是你违法在先，我本来就有权利回购你手里的股份，你凭什么威胁？云威，我好歹也把你养这么大。别说这话，让我觉得恶心。你有真心疼爱过我吗？哪怕只有一天。那你凭什么要求我放过你？是你杀死了我的妈，是你亲手埋葬了这个家。云威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恨我。是，我是恨你。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都过去了。薇薇，你就放了白文平，我没有别的条件了。他出来以后会更加生不如死。云薇，我就这一个条件，你放了白文平吧，我求求你。怎么样了？我好像现在是演的。过2天我带你见我爸妈，不管你的亲情线是断了还是没有，我都会一根一根帮你接上。放心，我爸妈会很喜欢你的。
反正不喜欢也没办法了。Sophia， 哎，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。我老公说我们定制的婚纱礼服好了，让我过来取。你见过的，就是上次那个保镖，她叫阿婷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帮你确认一下。手机尾号是5090，叫陆占庭，对吗？手机尾号是5090，但她不姓陆。陆占庭？对啊，你看，这预约单是他签的，陆占庭。他是陆占庭？真的是陆占庭。那会儿签字的时候，我怎么没仔细看呢？我以为你要很久才会发现。耍我很好玩吗？怪不得，我总感觉我对你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。正是这种依赖感，差点让我天人交战，分不清对你的感情。我从不让请你天天回来找你，没想到却被认成了保镖。谁委屈了？哪件事？在堂堂陆占庭本尊面前，3番5次的询问，宁可要保镖，谁更委屈？10年太久了，让我觉得陆占庭就是一个梦。但是你是实实在在站在我面前，安慰我，保护我，陪伴我走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。所以，我爱上你，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可是，你知道我站在你面前花了我多少力气？你问过我这道疤，你打开过3次，每次我疼到想要放弃，可我不甘心，我想见到你。我不知道，阿婷，在那10年里，陆家一直盘踞在国外，我打听不到一点你的消息。我以为你不要我这个玩伴，我怕我治不好，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，而且我没有刻意隐瞒我的身份，我是希望等到白家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再好好告诉你的。所以，阿婷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己的误会，是吗？薇薇，我是专门为你回来的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不晚，在我因为陈海明的背叛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。幸好我没有错过你。在人群角落中，有些爱会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莎莎，我是文平。润润，你先去吃饭吧。要不要我替你包结？没事儿，以前做过的坏事儿找上门了而已。好，你有事你就大喊。半文平，你还找我干什么？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？白文平，你现在一无所有的想起我了是吗？你这次找错人了，你给我的所有东西我全部捐出去了，算是我给我死去的孩子积德。另外，我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入3500的前台而已，我养不起你，你不要再来纠缠。你也要对我这么绝情是吧？跟你这种永远觉得错的都是别人的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要是再来找我，我就不接。老板，陆琪，帮你家站哨隐瞒我是吧？我以后一定为少奶奶马首是瞻。你倒是挺会找靠山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提前看些形势吗？哎，
上车。云威，你这个贱人，一边跟陆家联姻，一边又跟保镖暗度陈仓，不知道陆家看到你这副下贱的样子，还会不会跟你们云家联姻？这里毕竟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就这么卖了，不会舍不得吗？住在这儿会让我想起陈海平对我们母女的虚情假意，我不想一直活在欺骗的回忆里。我们有一个新家，我们会在新家里过得很幸福。当然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爸妈要给我们办一个酒会，也正好正式的宣布一下我们的关系。我那天要告诉全世界，我娶到了你。你是我不幸人生中唯一的幸运。好，知道了。不用看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招。是。怎么了？你先进去，有些人要上门自取其辱了。白文平呢？他到现在都以为我只是个保镖。那不正好，可以逗他玩啊。既然老婆有兴致，那我分配到底。那我先进去了。陆琪，干少，今天之后，我要让他永远消失在微微面前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来，我们以后要多多合作啊，多多合作。云薇，来，来，云薇啊，来，再向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儿媳妇儿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她不配做你的儿媳，因为她是水性杨花的贱人。你们不要被她乖巧的样子蒙骗，因为她很会勾引男人。白文平，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这里是陆家的地盘。我今天来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袁威跟保镖乱搞，又吊着陆家的名义壮大袁氏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贱人。其实啊，我也听说了，云威和那个保镖关系确实不太干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陆家会同意这门婚事。战寿什么女人得不到？陆夫人，难道你真的要这种不干不净的女人当儿媳吗？哎呀，你还真是说对了，我呀就喜欢云薇当我儿媳妇儿。她可是在外面养野男人呢，只要她愿意，喜欢我儿子，想怎么样都行。没错，我的仙女婆婆呀，不但不介意，还让我把小保镖带到现场来了呢。天哪，云威也太勇了！这里可是陆家，号门玩得也太花了，带着情夫参加未婚夫的酒会，云威也不怕被扔出去吗？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云威，你敢不敢让他进府进来？再少一定会打死他的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我的小保镖进来。你还真敢来！我有什么不敢来的？你区区一个保镖，这里可是首富环盛集团的酒宴。大家好。战少，没错，我老公既是小保镖，也是陆战亭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只是你一个人。看来白少想让我帮你回忆一下，当初你去酒店找未婚妻时发生的事情，怎么回事？对不住，战少，打扰您休息了。你们酒店的安保都是摆设吗？我来找我未婚妻的。来我的房间找未婚妻，
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保镖就是您赵少，我以为我不过是和我妻子喜欢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水性杨花了？我胡说八道的，对不起陈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和云薇从小青梅竹马，要不是因为我生病，才不会让你有机会趁虚而入。傻他，该死！滚！谢陈少，谢谢陈少。爸妈，我把儿媳妇给你们带回来了。臭小子！爸妈，刚刚是误会，我刚才……云薇啊，爸妈没有误会呀，你是阿婷喜欢10几年的女孩呀，她能娶回你，找回自己的心脏，爸妈要感谢你呀，陆家欢迎你。是啊，薇薇，以后啊，你跟战婷结婚了，就是我们的亲女儿，我以后会永远的保护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丝的伤害。你们这样，我都要哭了。我说过，我们家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妈妈的温暖。放心，以后每天都会有的啊，对吧，妈？臭小子，别在我们跟前浪费时间了，还不赶紧找个地方给我揍孙子去！妈，这么多人呢，太着急了吧？哎呀，妈就是着急呀，最好3天都不要上班啊！挂好笑容占领头条，把所有坏新闻。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他是我带来的，要玩一起玩，不许欺负他。那好吧，但是要听我要求，不然我们就不跟你一起玩。切，不玩拉倒，我们自己玩。我们走。刚刚那小女孩挺像你小时候的，凶凶的，但又有正义感。我哪有那么凶？你不凶，你对我一点也不凶，甚至一点都不觉得我体弱，还为了我把4周的邻居的小孩都给打了一遍。原来你从那时候就开始惦记我了，那你还舍得10几年不联系我哦？害怕了，怕我给不了你未来。当我治好病之后，我妈就得知了你订婚的消息，她怕我难过，就对我全面封锁了你的事情。后来得知你吃产的消息，你随时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加油，好好心疼这10几年的人。我怕你失望又绝望，